我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。可是我一点都不恨你，张无忌。我愿一生一世服侍你，我想一生一世对你好。如果你嫌我丑，我可以把全身的武功都散掉，全身的毒都散掉，好不好？跟我初见你时一模一样。无忌，无忌，无忌，无忌！我走遍了天涯海角，我都找不到你，无忌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后来才知道，你早就已经坠崖身亡。知道你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对了，我记得我遇到了一个少年，叫曾阿牛。阿牛哥哥特别好，他对我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他武功也很高。阿牛哥哥说，他要娶我为妻的，他要我嫁给他，他真的要我嫁给他。阿牛哥哥对我说，我真心诚意，愿娶你为妻，只怕你觉得我不配。我要让你平安幸福，让你忘掉以前的苦痛。无忌，你在幽冥之中孤单吗？你寂寞吗？无忌，我和婆婆在北海冰火岛找到你的义父，再到武当山找到你的父母的坟墓。无忌哥哥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可以找到你。然后到西域你葬生的雪峰上跳下去，跟你在一起。无忌哥哥，好，就这样。可是我一定要等到100年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让婆婆她一个人在世上受苦。你看她平时凶巴巴的，其实她对我很好的。当初要不是婆婆她救了我，我爹爹早就把我杀死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为了你的义父，我背叛了婆婆，她一定恨我得紧。哎，婆婆教了我一首曲子，我唱给你听，很好听的。到头这一生，难逃那一日，不忘近来情绪如此。到头这一生，难逃那一日，故往今来情绪如此。这首曲子在光明顶的时候，小周也曾经唱给我听过。
这首西边小曲是韩夫人教他的，我曾在光明顶上听过一次。哎，想不到这韩夫人绝情如此，竟然对孩子痛下毒手啊！老爷子，这韩夫人怎么会唱西边小曲呢？难道这首小曲是你们明教的小曲吗？明教传至西边。这首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，却不是明教的歌。这曲子是200多年前有一位最著名的诗人俄莫做的，据说人人都会唱。吴姐啊，殷姑娘对你用情颇深，等她伤好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的待她啊。啊，是义父。吴姐啊，听殷姑娘说，你跌入山谷，险些丧命，你是如何逃生的呀？义父，孩儿命大，在跌入山谷的时候，挂在树枝上，捡回了一条命，而且机缘巧合，在山谷中练成了9阳神功，也解了身上的寒毒。哦，无忌，竟然有这样的奇遇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无忌，你们怎么到灵蛇岛上来了？啊，孩儿专门来找您的，我心系您的安危，一心想要设法出海。哦，对了，我是奉明教前任教主杨教主的遗命，来接您回去的。你是奉杨教主遗命？啊？你加入了明教吗？是。无忌，你也加入了明教？你是怎么加入明教的呢？他何止是加入明教，现在他可是你们明教的教主呢。此话当真？哦，孩儿只是暂时的。哦，那韩夫人说6大派围攻光明顶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他解决了这个危难，所以才能当上教主的呀。你说什么？谢老爷子，他说的是真的呀。义父，金毛狮王参见教主。义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义父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孩儿，你连乾坤大挪移都学会了您先起来。来，起来听我说。义父，杨教主的遗命是要您老人家来当明教的教主。无忌孩儿，我的无忌孩儿现在是明教教主了，无忌是明教教主了。明教先前4顿武烈，现在年少英雄无忌来做教主，明教复兴有望啊！复兴有望啊！老爷子，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你们那个紫山龙王现在正加害于你，你们明教只是在内讧。世人以怨报德，那也是常有的事啊！谢老爷子，这位紫山龙王作为明教4王之首，为何那晚与3使动手的时候，他不使出那招千诛万毒手呢？千诛万毒手，韩夫人她不会呀。似她这等绝色美人，爱惜自己的容颜过于性命，她怎么肯练这门功夫呢？老爷子，她看起来并不美貌啊。什么？紫山龙王那是美若天仙，当年在武林之中那是第1美人。就算年事已高，那风姿应该仿佛留存呐。唉，可
可惜呀，我现在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好，就算他当时武功计谋都很出众，那也不见得比得过你和鹰王啊。为何他能位列4王之首呢？你们为什么会让他当？难道当真如此美貌吗？那是鹰二哥和韦斯蒂还有我心甘情愿的让他的。就因为她是天下第一美人？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3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服于16群下吗？甘心拜于他的16群下的，岂止是我们3个人而已呀！其实教内教外，盼获戴奇斯之青睐者100人，那也说是少了。戴奇斯，这是韩夫人的名字吗？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他来自西边，那是他的名字。他是西边人？他是西边的人吗？怎么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他是中原和西边女子的混种，头发是黑的，但眼珠可不是黑的。他高鼻深目，肤白如雪，和中原的女子可大不相同啊，一眼便能看得出来。不，他是一头白发，塌鼻子，小眼睛，脸上还有很多疤，对不对啊，明教教主？啊，对。难道他像苦头陀一样自毁容貌？苦头陀是谁？啊，他便是我明教光明右师范瑶。数年前，他得知那个汝阳王对我明教不利，所以自毁容貌，在府中卧底。范兄此举苦心孤诣，大有功于本教，实非常人所能。这一般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急呀。老爷子，你别再卖关子了，赶快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说给我们听吧。想想，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明教还在杨教主统领之下好生兴旺。这日光明顶上突然来了3个西边人，手持西边总教教主的手书夜见杨教主。信中言道，西边总教有一位敬善使者，原是中土人士，到那儿以后就加入了总教，屡建功勋，娶了当地女子为妻，生有1女。这位敬善使者临死前心怀国土，一命要女儿回归中土。总教教主尊重其意，派人送到光明顶上，盼中土明教善以待之。参见教主。你是总教使者，不必多礼。起来。杨教主一口应下，留下那个女子，从此明教满堂生辉。护送他前来的3个人，在光明顶上住了1宿。1日便即拜别。这位女子戴奇斯便在光明顶上住了下来。老爷子，你是不是对这位艳女一见钟情？老实告诉我，不用害羞的。不，那时候我正当新婚，我们夫妇极是恩爱，妻子又怀了孕，我谢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另生他念呢？我知道当年苦头陀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男子，是不是也对他十分的倾心呢？何止是十分倾心呐，又何止是他一人对戴奇斯倾心呐？戴奇斯，你看我范瑶兄弟如何？我想给你们2人做个媒。启禀教主，戴奇斯早已决定终身不嫁了。说到后来，他竟当众横剑自弑，
说到她是绝技不嫁人的，如要逼她婚嫁，她宁死不屈。这么一来，人心都冷了。过了半年，有一个自称韩千叶的人来到光明顶。原来杨教主当年和他父亲言语不合，动起手来，一掌击得他父亲重伤。当时他父亲言道，日后一定要子女来报此仇。杨教主道，子女前来他必奉让3招。那人道，招是不需让的，但如何比武，却要他子女选定。杨教主当时便答应了。杨教主当年曾答应我先父，比武方式由我来选定，这话可还算数？我说过的话，自然算数。那就请杨教主到光明顶碧水寒潭决一死战。此事确实为难，杨教主既然已经承诺了。是啊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明教教主是何等身份，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做到。比武那天的情景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呐。爹爹，让女儿带你接招吧。乖女儿，你这番好意，爹心领了。我来接韩兄的高招。爹爹，您忘了，女儿从小金属水性。为难之时，没想到戴奇斯挺身而出，替父和银叶先生下水比武。戴奇斯那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衫，这么一站，当真胜如凌波仙子。这一手越寒，碧水寒潭的水那是冰冷彻骨，纵在圣蜀，也向来无人敢下。何况其时正当隆冬，杨教主武功虽高，却不识水性。这一下到碧水寒潭之中，不用比武，不也不死啊！从上边望不到二人相斗的情形，只能看到那碧水寒潭的潭水不断的激荡起来，明教群雄都为戴奇斯担心着。女儿，戴奇斯！戴奇斯为明教立下大功，杨教主夫妇赐他为紫山龙王这个美号。我们3王心甘情愿让他位列4王之首。不料碧水寒潭这一战，结局竟出众人意料之外。韩千叶虽然败了，不知如何竟然赢得了戴奇斯的芳心，像是他每日前去探伤，病榻之畔因怜深爱，自欠钟情。待到银叶先生伤愈，戴奇斯竟然要嫁给韩千叶。不行不行，紫山龙王，你要嫁给谁也不能嫁给这个人呐，对不对啊？韩千叶也是我夫君，谁敢侮辱我韩郎，便来尝尝我紫山龙王的长剑。他与韩秋叶成婚的时候，众兄弟一大半没有去喝他的喜酒，只有杨教主和我感激他这场解围之德，助他排解，没有出什么岔子。但韩秋叶想入明教之事，终以为教中人反对的人太多，杨教主也不便过佛众议。事过不久，杨教主夫妇突然同时失踪，光明顶上人心惶惶，众人四下追寻之际，有一天晚上，光明右使范瑶就在光明顶上见到韩夫人从密道中出来。他从密道扫出来？不错，明教教规极严，这密道只有教主一人方能去得。范瑶惊恐之下上前责问，韩夫人道：“我已犯了本教重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但一来范瑶旧情不忘，竭力替他遮掩；二来我替他说情，
群豪才议定罚他禁闭10年，以思己过。哪知戴奇斯说道：“杨教主不在，哼，你们说什么也没有用。”那他为什么要私自进密道呢？唉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教中只有我一人知道。当时大家疑心多半与杨教主夫妇失踪之事有关，但我力证绝无牵连。光明顶上，圣火厅中，群豪说的僵了，终于韩夫人破门出教。我不明白，金华婆婆本来如此貌美，为什么现在会变得如此丑陋呢？猜想她必是用了什么巧妙的方法改易了面容，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。她毕生在逃避总教来人的追寻，哪知到头来还是无法逃过。那总教为何是寻他？这是韩夫人最大的秘密，本是不该说的，但我盼你们回去救她，非说不可了。还回去救他？我们斗不过那3使的。数百年来，中土明教的教主列由男子出任，总教的教主却是女子，而且不是出嫁的处女。宗教经典中郑重规定，由圣处女任教主，以维护明教的神圣贞洁。但若此3位圣女中有谁失去贞操，便当处以焚身之罪。纵然逃至天涯海角，教中也必追拿此人，以维护圣教的真善。那韩夫人就是3大圣女之一了。正是，只盼为总教立一大功，以赎罪过。他偷入密道，为的就是寻找乾坤大挪移的心法。此心法总教失落日久，中土明教尚有留存。总教遣他来光明顶，便是为了此事而来。韩夫人数次偷入密道，可始终找不到这武功心法。我知悉后郑重告诫他，此事犯了教中大规，实难宽恕啊。韩夫人是故意让自己逐出明教，为的就是要继续返回密道，窃取那些秘籍。当她不是明教中人，那就不用再受什么拘束了。赵姑娘聪明得很呐，但光明顶是本教的神圣重地，岂容外人任意来去？当时我是猜测他有用意。韩夫人下山之后，我亲自守住密道口。韩夫人曾经私自上山3次，每次都被我撞见了，这才死了这条心。那3使的衣裳、颜色和中土明教可有什么不同啊？他们3人穿着黑色的披风，头上裹着头布，蒙着脸，看不清面目。是啊，这就对了。总教教主逝世，西域之人以黑色为丧服，他们要选立新的教主，以便千里迢迢来到中土追查韩夫人的下落。那金花婆婆对于那3使的武功应该甚是了解，为什么不到一招之内就被他们制住了？笨教主，他是假装的，是要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并不能明白那些武功啊。我想当日老爷子若真的对他下手，他肯定有办法逃脱。他不肯显示自己的身份，那是不错的，但说被3使打中穴道之后立即能脱身，却也未必。他宁可被我一刀杀死，也不愿意遭那焚身之罪呀。我老说啊，中土明教是邪教，那这西边明教更加邪得可以。为什么非得处女做教主，还得将失真的圣女活活烧死呢？你小姑娘胡说八道！每个教派都有历代相传的规矩仪典，就像尼姑不能婚嫁，不能吃荤，那也不是什么规矩吗？什么邪不邪的？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无忌哥哥，不要，不要！咱们已经在茅屋待了1夜了，现在不知道金花婆婆的生死。现在天色已亮，咱们现在出去打听金花婆婆的下落。
现在珠儿伤这么重，还需要解药。咱不管能不能救得了金花婆婆，都尽力而为吧。救不了金花婆婆，也一定要救珠儿。不错，这位殷姑娘对你如此深情重义，焉能不救啊？周姑娘、赵姑娘，你二位意下如何呀？我同意，救殷姑娘的性命还是比较要紧。公子，咱们已经一夜没有金花婆婆的消息了，是不是也要打探一下金花婆婆的消息啊？张大教主，我心中有2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。说吧。还记得当日在绿柳山庄之外，我派人围攻你明教教众，可是这位小昭姑娘调动人马解了危机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教主手下随便一个小小的丫鬟都有这般能耐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小昭，我想问你，你身上这奇门八卦、阴阳五行之术都是向谁学的？这是我家传武功，不知郡主娘娘意向。好，那请问令尊是谁？女儿生得如此了得，父母必是名闻天下的武林高手吧？家父隐姓埋名，何劳郡主娘娘动问？你是不是也要削掉我几根手指头，逼问我的武功啊？教主，你还记得那日我们在酒馆第2次聚会，苦大师特意来向我告别，当时他看到了小昭，说了一句话，还记得吗？他说的好像是小昭像他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没错，你觉得苦大师说小昭长得像谁呢？猜不到。我认为外面什么声音？快去看看。你们看，那边码头怎么有那么多人？这是总教的号角，他们想要干什么？难道他们真的要焚烧韩夫人吗？小昭，小昭，你怎么了？我听见要把人活活的烧死，我就害怕。别害怕，这是猜测。就算金花婆婆在他们手里，我们现在赶过去，应该还来得及救她。公子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金花婆婆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我会尽力而为的啊！多谢公子。别担心了。二等何人？到此处所为何事？我们海上遇险，坐船沉没，飘到此岛。你们又是什么人啊？别信他们，小心上当，看好那个叛徒。不行，我得先出手挟持一个人，才能救娘。
都住手！统统住手！都给我后退！统统住手！都住手！不要动！谁敢上来，我便一掌把他劈死！大家不要慌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！不要追了！过来！你们都过来！你们追上围攻他们，一定把平定王救回来！快点！快点！哎，这脸上印有字啊！小昭，你认识这些字吧？你看这脸上印的什么字？哦，不要动。运转奇经，精力易换，应左则前，虚右乃后，三虚七实，无中此心法好熟悉啊！难道是乾坤大挪移心法第7扫？我在列道中就是练到此处，遇到疑难而放弃。再往下应该还有，可是看不清楚了。快走吧，不然他们就追上来了。快走！无忌，快走！哪里走？你们先走。芷若，我有内伤，不能用力，你拿倚天剑看住他。芷若，此刻同舟共济，大家并肩迎敌，先保住性命最重要。运转奇经，精力易换，应左则前，虚左乃后，三虚七实，无中生有。难道这圣火令上竟刻着诡异的变换用法？一时平平气缓，也得看清圣火令上的字，才能通晓明情。无忌啊，此次你怎么打得这么利索呀？
这圣火令上刻的是他们的武功诀窍，还有开始小昭说他脸上几句口诀，让我悟到了其中的奥妙。你看他们3个这么拼命想救他，看来肯定是他们的首领了。莫非是总教的宝书王来了？什么是宝书王？总教教主座下共有12大警师，也称12宝书王，身份地位相当于中土明教的4大护教法王，想必他便是其中之一啊！别着急，一个一个说，厉害！别着急，平等王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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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平等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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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金毛狮王听了，我总教12宝书王俱在此间，你得罪总教之罪，诸宝书王宽予赦免。你速速将总教教友献出，我们可以饶你不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谢某又不是3岁小儿，我们一放俘虏，你们船上的大炮还不轰将过来啊？你就算不放，难道我们的大炮便不能轰了吗？我有3个条件，你们若是答应了，我便将你们的宝书王供回到你们的船上去。他们识破了平等王的身份了，现在听听他们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此后宗教与中土明教相齐相敬，互不干扰。好，第2个条件是什么？第2，你们放了戴启思，免了他失职之罪，此后不再追究。那可不行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戴启思犯了总教大规，当遭焚身之刑，跟你们中土明教有什么相干？第3件是什么？你第2个条件都不答应，何况第3个呢？原来他们抓的是戴启思，他们上当了。第2件匀了，说第3个条件吧。第3个条件很简单，你们派一艘小船跟在我们后面，送我们出了灵蛇岛50里之后，我们见你们大船不追来，我们便将你们的宝书王放到小船之中，任你们带走。胡说九道，胡说九道！我们要保证平等王的安全。此人学我们说话呀，真是稀松平常。以为胡说八道加一道，便是更加荒唐。胡说九道了。要不和他们这么拼了，不行！要保证平等王的安全。对，走，同意，跟他们拼了，对，我们同意，我们同意。尔等的3个条件，将戴启思押送上岸。走，下去，快下去！走。拜见平等王！一群废物，明教的脸都丢尽了。谢大侠的第2个条件已经无意间说穿了娘的身份，这帮人一定知道其中蹊跷，不知娘该怎么办啊？多谢3哥和诸位相救。你这是？平等王，他确实戴启思，知道他是戴启思，为何放了这个叛徒呢？你们别猜了。可是你，我告诉你们。
他和小昭长得好像啊。对呀，难道他们是母女？刚才没认出你是。好了，平等王，你不必再说了。你要为你刚才做出的事情接受惩罚。记住，我是明教圣女。大家请起。圣女，圣女，圣女，圣女。小周，叫妈妈。小周，我是你妈妈呀！来呀，我的女儿，让妈妈抱抱。小周，来呀，孩子，来呀！我的好女儿。小周，小周，快叫我妈妈！小周，小周，快叫我妈妈呀！快叫我妈妈呀！这些年你受苦了，都怪妈妈，都怪妈妈不好。孩子，你怎么不叫妈妈呀？孩子，快叫妈妈呀！叫我妈呀！小周，叫妈妈呀！妈妈。妈妈，女儿也想你。你叫我什么？妈妈。再叫一声。妈妈，乖女儿。来，跟妈妈来。给他们些时间吧。张无忌啊，张无忌，你一生清闲，时时受人愚弄，就连这种小小丫头，也将你轻易蒙蔽，玩弄于股掌之上，着实令人恼火。小昭啊，小昭，我知道你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哪料你也如此工于心计。你我相伴1年之多，我如在梦中，一直堕在你的垢中，丝毫不觉。